而有分析指出，单纯依靠船坞登陆舰和2栖战车进行抢滩登陆，已经难以满足现代战场的要求，需要结合陆海空力量进行立体登陆。央视军事报道就曾报道过第31集团军合成营在东南某海域举行的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立体登陆突击演练。此次演练依托指挥信息系统，聚合步兵、装甲兵、防化兵、炮兵等多兵种，以及2栖陆航特战等多种新型作战力量，采取立体登陆超距打击特战破袭。画面中，多艘登陆舰驶向敌人滩头阵地，大批2栖突击车鱼贯而出，漫天直升机浩浩荡荡，海军陆战队员向岸滩发起冲击，展现了震撼的2栖登陆战力。演练开始后，登陆突击单元依托海面舰艇开设海上指挥所，指挥员通过指挥信息系统链接各兵种，以机降突击为主攻，2栖装甲正面突击配合，特战敌后破袭策应，多方式立体上路。新型武装直升机凌空突击，2栖装甲突击车航渡中靶点，从空中和海上对敌岸滩工事实施立体火力打击。掩护先遣破障分队率先抵滩，开辟通路。特种作战力量则编成多个特战破袭分队，多方式隐蔽渗透至敌核心阵地，破袭敌指挥所和重要据点。经过立体突击，防御之敌被彻底瓦解，登陆突击单元成功夺控目标。歼16D 电子战飞机是在歼16平台上改进发展而来的。那么歼16D 电子战飞机有什么样的功能？如何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另外，歼16D 如果与歼20隐身战机强联手，又会形成怎样的战斗力呢？根据中国空军发布的信息显示，歼16D 是一款新型电子战机，具备真攻防一体综合作战能力。在歼16重型战斗机的基础上，根据电子战的需要进行了很多特定的改进，具备非常强的电子战能力。与此同时，歼16D 还保留了歼16战机强大的空战能力。第13届中国航展现场展示的歼16D，2个翼间所挂的电子战吊舱可对敌方雷达、通信系统信号进行搜索、识别、定位，引导电子干扰吊舱实施精确的瞄准式干扰。在2侧机翼下方，2个进气道下方分别挂有一个电子战吊舱，总数达4个，这就是它释放电子干扰的主要源泉。据专家介绍，其功率相当强大，只要一开机，敌方很多相关的武器系统基本上要瘫痪。比如，一旦侦测到敌方指挥信号波段进行电子干扰，就可以阻断其通话波段。歼16D 除了电子干扰以外，还可用于电子摧毁，实施软硬双杀，也就是挂载反辐射弹药去摧毁敌人的雷达、通信系统等核心战力。反辐射攻击具体来说，就是电子战机根据敌方雷达系统释放的电磁波，找过去了，找准目标后，用专门的反辐射导弹攻击。从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些信息来看，歼16D 的反辐射弹药还不止一种，进一步提高了空军电子进攻能力。歼16D 电子战飞机通常伴随战斗机作战，为战斗机编队提供强有力的电子战支援能力。比如歼16D 电子战机配合歼20、歼16和歼10C 战斗机作战，这些战机均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能更好地相互交流，更早地发现敌人。尤其是歼16D与歼20隐身战机的强联手，令人充满期待。